各位网友，大家好啊！玩书走天涯，走进历史，走出现实啊！今天我们做关于加拿大公寓的最后一篇啊，下集，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房子啊。我上面做了上集和中集，讲了这个房子的这个物业费也贵，什么财产税也贵，什么管理起来也很麻烦，是吧？现在搁着2个月了啊，还得我自己来收尾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那个阳台门窗漏水的事件呢、这个它需要最好是大雨瓢泼啊，哪天晚上下大雨才看那个水进不进水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些天这个多伦多啊，这一两个月一直都是艳阳高照，大部分都晴天，偶尔下点小雨、中雨也不好测试啊。然后呢，前天下了场大雨啊，晚上下的雨打的玻璃窗上响，我想到第二天早上一看呢，确实没有进水了啊。看起来呢，它那个漏水的问题啊，大概都找到了。于是乎呢，我就发邮件给物业和上次来做这个防漏的这个公司啊，我说你过来一下，把这个我的后面的收尾工程搞完算了。就是他当时为了看有没有漏水的，就把那个门窗下面那个防堵胶 silicon 叫硅胶啊，这个硅胶呢，他把它揭开了啊。后来当时一揭开，那我说你到时候给我还原了啊，他说我给你搞好之后肯定会还原的啊，他当时这么说了。现在发邮件给他也石沉大海。后来给物业再跟物业联系，物业说他们这个工程已经搞完了，是吧？呃，意思是不管了，是吧？因为我们知道大楼的物业啊，这个我们内部有潜规则知道的，就是说这个外墙啊，这个公共走廊区域啊，这个都属于物业，有问题他们来负责修。哎，他们也正在修一个这个，据说漏水了，这个楼上楼下全部装修啊，估计那个项目那不是几百万，对不对？搞了大半年还没搞完，是吧？天天搞啊。然后呢，这是为室内的，室内的他们就不管了。哎，如果地板给你损坏了，那你自己铺地板，对吧？哎，那个硅胶的话呢，那你应该是自己搞。这他的潜台词啊，他就不给我回复了哈。因为我来讲，我这个有时候讲，他们这个公司专门搞硅胶的，来派个人来刷一下子吧，我还去哪里去买，就是怎么搞还不知道，这也不专业，对不对？赌个东西的吧。我现在说起来啊，他这个物业啊，也真是烂的可以啊。哎，他那个界限分得很清楚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还得想办法自己是哪里去买一个硅胶，把那个封上啊。当然，这个主要是解决那个漏水的问题，只要不漏水了，那封不封问题不大。封上呢，万一以后啊还可以挡一挡这个水。但是我通过这个事儿就看出他们怎么的，就是这个水啊到底怎么漏进来的啊，这个一直都搞不清楚。啊，现在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很可能什么情况呢？大概就是这个多伦多可能在今年可能1、2月份呢下了大雪，雪很高，估计有1米高的雪，1米高的雪呢堆在阳台上啊，也没有清理，对吧？没人清理，阳台自己家里人懒得就没法清理，就放着了。然后雪融化的时候呢，通过这个各种接缝啊，就下来了。如果是大雨的话，水的话，那可能马上就流走了。它的雪慢慢的啊，有一定高度，它慢慢往里面沁到这个里面，这个相当于像这个窗户台的各种后面这个塑料啊，里面还是空隙，它不是个实心塑料，它是空心塑料，那个水进来了。进来之后，加上他们的这个有缝隙就往屋内流，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。这是玩数啊，也不是玩，我也不专讲啊。说实话，这只是见得多了，见多识广，估计这么说，他们也反正尽量推责任啊，这都是你的事儿啊，就这意思啊，说白了。你说这个塑料这个塑钢里面的空心塑钢里面放了水是吧？进了水到底算谁的呢？对不对？照理说你这个边界嘛，应该属于他们的是吧？他们也来跟你搞了一下子，搞了一下问题也没找着，也估计是情况啊，大概就这么处理了，哈，算是有个结果了。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，这我还得自己来收尾啊，再重新铺地板，重新打硅胶啊。这个业主委员会在今年初啊，他们又搞的是这个业主大会啊，就是只要是业主都可以参加的会议。
这个会议呢，一说起来好听是会议，审查什么去年的这个财务这个决算，今年的财务预算，但是你看那个会议通知，它就两个选项，增补一个委员，那就这一个，是吧？你没有选，你只有同意不同意。他说了，你选同意就同意了，你要选不同意呢，或者是不参加会议呢，到时候我们这个会议参加达不到那个，比方说过不了半数的话，会议决议失效，那么整个项目，整个物业就停摆了，那是你负责啊，就你不参加，导致我们停摆，你负责。你要参加投票，你就一个选项。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西方这个民主啊，我们就随便说一下就这样啊。这个业主委员会形同虚设，我看了他们的账，他们那个物业这块这个结余每年收那么多物业费嘛，这些年下来结余大概500万加元。那账上有钱的很啊，有钱想怎么花怎么花了，是吧？也不请示你，对不对？想装修，好好的地方他应该装修，你也装修，没办法，是吧？你就被迫同意，好不好？然后你要选举什么业主委员会的你想去选举的话，那你还选不了，为什么呢？那不是说你是人就行，不是说你的加拿大国籍就行，不是你说你业绩就行。你要达到一资质，它有些资质要求啊，国家有些资质要求啊，比方说你要懂这个装修啊，你要懂这个什么水缆电工啊，你要拿这个资质，你要去考证去，一般人谁去考他呢？所以说，从道理上讲，这个业主委员会应该谁愿意负责、愿意付出，是吧？愿意管这摊事儿，那就可以去参与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说凭良心说嘛？那不是他要政府要监管，这个物业大楼有监管，有条例的，是吧？那你不能说你随便一个人就来去当啊。所以我玩说到这扩大热到年，就是说，只要是这个监管越多的地方，就老百姓越吃亏。说一般人你就搞不了啊。一般人谁管那个闲事儿呢？是吧？算了，你们爱怎么搞怎么搞吧，是吧？所以物业就让他大权独揽，他想怎么搞怎么搞，好不好？这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地方啊。另外呢，我谈一下什么物价谈这个房价这块啊，加拿大这个房价从高点跌下来了，跌得非常凶啊。我看了一下，目前的价格已经回到了2015年左右的这个价格了啊。有人说回到了，我看了一下呢，没回到。我搜了一个什么东西呢？我这个大楼呢，给了一个这个叫Penthouse的一个啊，到时候他总给我们一份东西啊。你看一下这个，我看了一下啊，这个楼呢顶层叫 Penthouse 啊，Penthouse 的翻译成英文是Penthouse，翻译成中文去说翻译成这个叫顶层豪宅是吧？我这谈不上豪宅了，就是简单一个小公寓了是吧？有豪宅啊，私人电梯啦，什么花园的很大的那叫豪宅，我们这不算，但它叫 Penthouse 啊。Penthouse 目前的价格看到我这边啊，和我这个差不多的啊，我看了一下这个。它有最小的是600平方尺啊，最大的有3000平方尺啊。这平方尺和这个平方米的换算关系大概是0.9啊，0.9左右啊。咱们总的价格你看啊，小于1000尺的单位，Townhouse 的价格最低的成交价，这是在上个月成交价是个50万5千，最高成交价是150万加元，对吧？平均1000尺以下的是880。加元一这个平方英尺啊，然后呢，像我这个房子1000到1500，1500这个区间的，1000到1500尺的，那么这个价格是在943，目前的价格啊，已经从高位跌下来了啊。像我这个房子目前的这个成交的价格有，大概看了一下啊。也就是2室的央视推着的啊，1080万加元，这跟我那个10年前买的价格差不多了啊。这里有这个这标准价格现在标的80万是吧？这个成交价格呢，这个有高有低啊。成交价格相同面积的有这个达到了，我看啊，高的也有180万左右的啊。
低的呢也有就是这80万左右的，这个差别蛮大，看各个楼的管理啊，楼的新旧程度啊，配套设施啊，这个比较复杂。但总体平均价格现在目前大概是943。那我这个房子当年买的是600多，660多，现在940多，涨了50%，10年时间算了一下，每年年化就是4点几，对不对？10年翻一倍，每年年化7%，10年只要到了涨了50%多了，只有是每年4点几，所以这个买房子也没什么保值的效果，说句实话啊。所以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点啊，这个房子也不是什么好投资啊。说句实话，投资要投资对还是股票，对吧？现在玩说全仓压这个美股，看怎么样啊？也许之后把养老金就亏进去了，也不排除啊。所以这风险也很大，波动也很大，对吧？另外，我看看加拿大经济啊，现在真是差得一塌糊涂啊！我呢前面看有朋友分享的啊，这个加拿大现在斯嘉堡啊，多伦多大学斯嘉堡分校的学 IT 的，还在这个餐馆端盘子了很多。现在计算机排在第7个这就业了啊！就原来的计算机是排在前面，现在排到后头去了。所以呢，政府呢，我看呢也是没招啊。据说今年政府还投资什么加拿大这个建房，建200万套的房子是吧？那这个房价更是上不来了，是吧？哎呀，他移民政策呢一下紧一下松，前几年非常松，放进了那么多移民，哪有岗位呢？对不对？是吧？现在又要搞房子啊，挤占了这个住房资源，挤占了医疗资源，现在又搞房子啊，拆东墙补西桥，头痛一头，脚痛一脚，政府就玩的这个乌拉西，跟这个业主委员会一样的，都玩到这个，说是在民主社会、自由社会啊，但是他这个所谓的民主，他也是打个引号，打个问号。那最近不是这个伯利兹要在亚伯达选举嘛，是吧？上次在这个渥太华的选举啊，他这个搞了200多人的名单，就一个选区啊，就针对这个反对党的主席，我搞200个人，让你这个你去打那个选票找人都不好找。这次他们还做得更绝了啊，在亚伯达准备搞了1000个人的名单，1000个人一厚本书，让你去找这个想选伯利兹不让他早起，你说他们这个搞法是什么？所以我觉得加拿大这个是这样子啊，不能说他完全叫社会主义，他这个也是个半社会主义一个状态，所以他搞的经济也是乌拉西，是吧？现在美国开始复苏啊，他是完全没有起色，是吧？啊，看看我们身后的房子啊，雨后春笋一样的挂一栋栋的起，是吧？所以说房价上不来，对吧？租价还高，就是目前这样一个状况啊，是在加拿大。所以公寓啊，没钱的就不要买了，有钱的也可以考虑不买啊。你租房子租一租，到处住一住也很自由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受这个冤枉气，对不对？什么事都自己做啊，他物业什么事解决不了，好不好？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地方讲的不对的地方，大家批评指正打在屏幕下方和玩书互动。好的，谢谢。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，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。